Hello， 你好，歡迎你 click 入嚟呢條片。今日會同你畫呢一棟經過原址保育嘅2級建築。呢度係史丹頓街88至90號修復咗嘅建築物，最大特色就係綠色嘅窗框。今次我會試下突出呢一棟建築物嘅綠色。首先用鉛筆定出建築物嘅4個角，大概定好整個構圖嘅透視。定好建築物嘅4邊之後，就可以將內部按比例分割。驟眼睇你可能覺得建築物嘅左右係對稱嘅，但係實際上左邊其實比起右邊窄少少。如果搞亂咗呢個比例，之後畫窗門嘅時候就會變得好古怪噶啦。而家定出每一層嘅高度，喺相片可以見到第一層同第二層中間大概位於成棟樓嘅中間，揾到兩邊嘅中心點就可以定好每一層嘅位置啦。喺草圖嘅階段，大概畫低每層禪縫嘅位置，每一層嘅禪縫應該可以用一條直線連起嚟。而家畫緊右邊嘅禪縫，畫嘅時候要留意係咪同左邊嘅禪縫成水平，如果唔係，左右兩邊就會一高一低啦。而家開始定出每一層窗框嘅位置，畫嘅時候盡量用一條直線貫穿3層，咁就可以確保每一層嘅位置都一樣啦。而家將地下嗰層一啲重要嘅位置嘅比例定落嚟，例如大門嘅高度同闊度，盡量畫得準確啲。入口嘅部分因為俾路牌遮住，所以我畫咗個路牌先，咁樣就有線條可以俾我參考，其他線條應該畫喺邊度。細心睇入口嘅左右兩邊，柱嘅內側其實仲有一條幼啲嘅柱，呢啲細節千祈唔好忽略。畫樓梯嘅時候要細心觀察，畫出嚟嘅樓梯先至有向上延伸嘅感覺。開始畫右邊嘅地下，呢一邊嘅比例會比較容易啲掌握，因為門都係分成4等份。門上面嘅字樣約略用鉛筆定好位置就可以啦。而家畫緊樓梯每層之間嘅間隔，仲有就係樓梯嘅通風位。如果你有信心嘅話，其實唔需要畫晒每一層，畫2、3層大概知道點樣畫就可以啦。
每一層嘅窗門，我先定好外框嘅位置，然後只係喺其中一層用鉛筆畫出窗門嘅細節，因為其餘兩層都係一樣嘅，只要識得畫一層，其餘兩層就會好容易畫得出嚟。右邊嘅窗門都係用同一個方法處理。最後畫埋行人路嘅路邊，鉛筆草稿就大致完成啦。今次我會用呢一支 Lamy Safari 清倉鋼筆，筆尖係 EF 大小。今次都係我買呢支筆返嚟之後第一次正式用佢。墨水係 Platinum 嘅 Carbon Black， 呢個墨水只係內水，唔係防水，所以之後唔可以用其他濕嘅媒介。如果唔係就會重複好似我上一次畫 TN 手杖嘅時候發生嘅悲劇。如果你仲未睇嗰條片，可以睇返右上角嘅影片，連結都會放喺資訊欄入面。呢支筆同墨水都幾夾，出墨流暢均勻。我好中意呢個黑色夠實在，因為我用右手，所以我由畫面嘅左邊畫起。我覺得 Urban Sketching 線條唔好畫得太整齊工整，如果唔係就冇咗速寫嘅感覺。雖然我而家都唔算係真正嘅速寫，只係對住張相嚟畫。如果你想畫到好整齊嘅話，咁就完全係另一個風格啦。講返呢幅畫，雖然話唔使畫得好工整，但係好似每一層嘅禪縫就應該要處於同一條直線上面，咁樣先唔會覺得比例奇怪。呢支筆雖然係 EF 尖，但係畫出嚟都幾粗，差唔多係0.5嘅粗度。我覺得用嚟畫線稿都唔錯。如果用佢嚟寫 TN 手杖，就略嫌佢粗咗啲，除非你幅畫畫大啲啦。我試過用 Pilot Kakuno 嘅 F 尖，線條係夠幼細，但係佢嘅筆尖太過刮子，所以都係放棄咗佢。唔知你有冇好介紹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講返呢幅畫先，而家差唔多畫晒每一層嘅輪廓啦。轉換一下心情，畫下樓梯部分嘅通風位先。用呢支筆就可以好快咁填滿啲顏色啦。不過好似呢啲咁重複嘅嘢，切忌畫到個個都一樣，筆觸可以隨心啲，唔好俾壓力自己，放鬆一下，慢慢畫完呢部分，都幾 meditative 㗎。我又想講返呢支筆，支筆嘅表面係磨砂嘅塑膠。我發覺加完墨水之後，筆桿嘅墨水好難抹乾淨。我諗如果一直用落去，全支筆就唔會再係呢隻咁特別嘅綠色。唔知其他 Lamy 嘅鋼筆會唔會都係咁嘅呢？而家我畫緊左邊嘅喉管，喉管嘅線條唔使畫到好似用間尺畫咁直。但係上一層同下一層嘅喉管一定要有連貫性，呢點好重要。固定喉管嘅馬仔都唔好馬虎。全幅畫比較有特別嘅地方，就係地下左右兩側嘅鋪面，花多啲時間仔細觀察。窗框同門框可以用2-3條線疊埋一齊畫，可以令到門窗有多啲立體感。呢個畫面上面都有好多好長嘅直線，記得唔使將啲直線一次過由頭畫到尾，將線條斷開反而會更有質感。
呢個路牌條柱本身唔係深色，但係為咗突出佢喺前面嘅空間感，我將成條柱都填滿黑色，等佢可以向前彈出嚟。用呢支筆寫路牌上面嘅字有啲太過粗，可以唔使寫得咁清楚，大概睇得出係咩字就可以啦。等睇畫嘅人估下寫咗啲乜，可以增加佢同幅畫之間嘅互動。右邊呢度有3個寶賓茶室嘅招牌名，約略畫字形嘅輪廓就足夠啦。除非你嘅重點係希望表達呢個店名啊。右邊嘅線條比較多，繼續用重疊嘅線條做出門窗嘅立體感。而家我又再畫招牌上嘅字，輪廓唔使好清楚，俾少少想像空間睇畫嘅人。話說我畫緊呢幅畫嘅時候，我一直以為呢間鋪頭係叫做賓賓茶室，仲喺度諗會唔會係有好多賓賓去嘅呢？點知剪片嘅時候做資料搜集，先至發現原來呢間鋪頭係叫做寶賓茶室。開始畫上層嘅窗門，要訣都係用重疊嘅線條增加窗門嘅厚重感。因為3層嘅窗門都一樣，所以盡量唔好畫到層層都一模一樣，留翻一啲凌亂美，畫面睇落又會多啲生氣。
你可能已經留意到我畫每一層嘅窗門線條嘅先後次序都有啲唔同，咁就可以避免畫到啲窗全部硬崩崩啦。而家我轉用一支0.1嘅針筆，加少少 hatching， 帶出陰影位。因為我畫完線稿之後唔打算用水彩上色，所以用墨水做多啲光暗嘅效果。我冇用到 cross hatching， 而係透過線條嘅疏密嚟呈現陰影嘅深淺，希望線條盡量簡潔一啲。今次呢座建築物有一個好特別嘅 turquoise 綠色，我會用木顏色嚟突出呢隻綠色。我而家轉返用支 Lamy 鋼筆，因為我想加強一啲主要嘅線條，例如係前縫同牆身嘅交界、窗框嘅陰影位置，同埋左右兩邊喉管嘅陰影。而家我用0.1嘅針筆嚟畫相入面嘅黑色部分，我冇將佢全部都填晒黑色，目的係唔好令到畫面嘅下半部咁沉重。用水平嘅 hatching 表達黑色，同時可以同打斜嘅陰影線有分別，可以營造唔同表面嘅效果。水平線畫得越密就會顯得越深色。我今次選擇中度嘅密度嚟保持畫面嘅對比度唔好太過強，就算最後有冇用顏色都好，呢啲都係畫線稿嘅時候需要考慮嘅地方。而家用啲斷續嘅斜線表達反光嘅窗門。線稿嚟到呢度都叫做完成啦。
正如我之前講，我會用木顏色強調建築物嘅綠色。我用嘅係 Faber-Castell Polychromos 木顏色，顏色係呢隻灰沉少少嘅綠色，同埋另一隻湖水綠色。深啲嘅綠色用嚟油唔同地方嘅綠色，淺綠色會用嚟油所有窗門嘅地方。呢度我用輕力啲嚟油深綠色，因為相入面呢度嘅綠色都係淺色啲嘅。我喺行人路上面加返少少質感，令條路有少少立體感。最後我再加強成棟樓嘅輪廓，等佢再突出一啲。呢幅畫又畫完啦，希望你鍾意呢條片啦。好感激你睇到呢度，快啲訂閱我啦！